随着澳大利亚军队在阿富汗暴行的传播，西方国家在阿富汗的相关行为引发了外界广泛关注。而作为盟军的核心成员，美军在阿富汗人民心中的地位又是如何的呢？最近网上就流传了一小段视频，证实了双方的密切关系。事情最开始是俄罗斯媒体航空新闻在12月8日放出了一小段视频，视频整体不长，仅35秒钟，但从画面中不难看出，美军装甲车很直接地闯入到了一群阿富汗民众生活的集聚点，不少民众为了躲避高速驶来的装甲车，不得不匆忙滚到一旁，显得十分狼狈。而回过神来的阿富汗民众也纷纷向美军军车献上手头的物品石块，表达感谢。随后，这辆美军军车果断撤离，如同过街老鼠。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来看，当时这辆美军车未经许可，擅自闯入了一个阿富汗的一处定居点，甚至故意驾车驱赶路上的民众。尽管在过程中，美军没有因为被冰雹一般的石头雨激怒而对指人群开火扫射，但是从整个过程来看，这些美军士兵显然是在驱赶这些平民取乐。需要注意的是，在目前的阿富汗国内，类似这样的定居点并不少见，而且大多是无家可归的阿富汗民众为了生存和抵抗各类突发因素，自发聚集在一起形成的。医疗卫生环境可想而知。如果一定要追溯这些定居点形成原因的话，那就是美军轰炸阿富汗所遗留下来的问题导致的。很讽刺的是，在阿富汗发生的这一幕，其实在整个中东地区，比如叙利亚、伊拉克都在时常上演。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联军打着自由和民主的旗帜进入中东伊始，这片土地就没有停止过战乱和暴力，而类似的事件也在不断重复循环。美国方面又如何看待这件事情的呢？借用美国人著名的一个论调的说法，他们失去了家园，有的还失去了生命。虽然他们一无所有了，但他们获得了自由。很多人以为这是个网上的段子，其实并不是，这是当年美国人推选出来的一个亲善大使访问阿富汗时，站在一片废墟之中，对着全世界说出的一段话。当时这位亲善大使却安稳地穿着厚实的防弹衣，生怕一颗榴弹把他带走。当然，有分析人士指出，阿富汗民众对于美军的袭击并不是孤立的某种事件，而是当地民众的一个普遍共识。自美军常驻阿富汗开始，就不断有来自民间的武装势力进行反抗，结合上阿富汗本土的塔利班，对美军虽然没有到伤筋动骨的程度，但是偶尔来几发火箭弹，动不动就埋设点地雷，这是给美军造成了不少损失，对美军士兵也产生了不小的心理压力。前段时间，拉达克大雪将临，印度士兵在前线被大雪掩埋的照片在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可算是让众多居民十分乐见。不过，印媒对此的说法却十分不一样，甚至让人怀疑是不是欲盖弥彰。据印度媒体12月8日报道称，在拉达克大雪覆盖之下，中印两国都为自己的军队配备了能战胜喜马拉雅山脉寒意的装备。不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印军被大雪掩埋的情况，这其实是假新闻，只是一场心理战而已。报道还援引了印度斯坦时报的报道称，印度记者曾去拉达克地区为印度军队做准备战斗的报道，最后却只能和一名印度士兵坐在煤油炉边，用咖喱油加热咖喱，并且共同分一块面包。最后，印度媒体表示，这都是谣言，是打压印度士气的一种行为。但是，就像是这些照片一样，如果没有这些照片和视频，其他人难道还能凭空编出来不成？甚至小编十分怀疑，为什么现在在社交媒体上的印度士兵新闻全部不见了？说不定就是印度出手全部给压下去。那么，印军被埋是真是假？要知道，拉达克大雪是事实，而且印度斯坦时报近日还报道，拉达克大雪又要来了，预计大雪会覆盖6英尺左右，也就是1.8米左右，相当于一个成年男子的身高。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说印军驻拉达克最前线了，就算是防线后撤1公里到3公里，都难逃被雪埋的景象。毕竟这场雪将会覆盖拉达克、克什米尔、吉尔吉特等一大片区域，而且印度的最新营房只能安顿大概5万人左右，剩余的5万人依然只能住帐篷。就算不算最前线的，印度被埋是真的可能性就很大了。当然，冻死人的情况必然不会少，因为一旦大雪下来，印度运输线就会断，没有补给，印军还能活下去？4个壮汉共分一片面包，是真是假？关于这个消息，印度没有直接反驳，反而是把话题转到了心理战上，对这个事实丝毫不提。再加上印度自己报道的各种寒战后勤工作，以及军队内部阶级化严重，都让这些事情显得十分让人信任。毕竟印度军队中士兵和军官可不是一个概念，所以不管是4个壮汉分一片面包，还是罐头只有军官才能吃的事情，在印度军队中都是很平常的事情。
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这些新闻都是印度士兵自己爆出来的，毕竟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之前印度士兵自己揭露只能啃冰砖，还有士兵揭露各种冻死人的事。不过这些爆料后，印度就会自己撤自己的新闻，并且进行反驳，而爆料的士兵则是生死不如。甚至在之后再有人继续搜索这些事情的时候，永远只能搜到和印度不合的国家社交媒体上流传的新闻。说实话，如果不是印度士兵自己爆料的，社交媒体上又怎么会流传这么多印度军队内部的事情？所以印度现在的否认更像是在欲盖弥彰。普京的确很生气。2020年，美军为首的多国1300架间谍飞机抵近俄罗斯边境侦察，让俄罗斯疲于应付。不过，普京一旦很生气，会有什么后果？前不久发生的事情很能说明问题。国家利益12月7号报道，美国为首的各国侦察机抵近俄罗斯侦察，让俄总统普京很生气。俄罗斯空天军副总司令宣称，2020年有1300多架外国军队的间谍飞机抵近俄罗斯边境侦察飞行。就在上一周，有36架军机抵近俄罗斯侦察，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显示出俄罗斯面临的严峻的安全形势。美国人激进疯狂，在不断挑衅俄罗斯。法国空军的侦察机也在参与其中。毫无疑问，美国的侦察机是飞抵俄罗斯边境最多的，其他的一些是美国盟友国家。一个新的现象是，法国空军也在增加对俄罗斯的挑衅。12月8日，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在黑海，法国空军侦察机同美军加油机、侦察机一同抵近俄罗斯边境侦察，遭到了俄罗斯空天军的苏30战机拦截。法国在过去几年对美军颇有微词，一直强调建设欧盟自己的军队，并宣称美军领导下的北约脑死亡，对美国人的态度较为强硬。这一次，法国协同美军侦察机出现在俄罗斯边境，释放出的信息显示，拜登胜选或让北约大脑复活，法国空军表现得积极起来。俄罗斯国防部表示，绝不允许任何国家侵犯俄罗斯边境。不过，虽然俄罗斯态度强硬，对美军为首的侦察机抵近侦察采取了强硬的拦截措施，但俄罗斯空天军面对日军3架次的抵近侦察应付，还是较为吃力。俄罗斯现有战斗机1531架，但是能用于拦截的为苏27、苏30和苏35，这也让俄罗斯空天军不可能对1300多架外国军机全部进行拦截。按照俄罗斯国防部的披露，2020年俄罗斯战机出动170多次拦截外国侦察机。有分析称，美国为首的外国侦察机看出了俄罗斯空天军的现状，不断是使用车轮战术侵扰俄罗斯的边境。这种战术某种意义上消耗了俄罗斯空天军，久而久之，可能也会让俄罗斯的防空部队陷入麻痹。俄罗斯防空部队2020年追踪了150万架次飞机。对于美军为首的外国侦察机的侵扰，俄罗斯空天军副总司令安德烈·尤丁将军利用数据展示了俄罗斯防空能力的强大。安德烈·尤丁将军宣称，俄罗斯防空部队在2020年探测并追踪了150万架次飞机，其中包括了3600架外国的战斗机和1300多架间谍飞机。之所以出动了170架次战斗机拦截，是因为俄罗斯强大的防空系统对这些侵扰的外国间谍飞机进行了识别。普京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美军如此肆意妄为地对俄罗斯抵近侦察，美国人自己都意识到了，这让普京很生气。一般情况下，当意识到普京很生气的时候，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最后一次让普京很生气的事情是发生在不久前的2020年5月初，美军同英国皇家海军一共4艘军舰进入俄罗斯的后院巴伦支海，这是美军冷战30年后军舰首次进入巴伦支海挑衅俄罗斯。美军宣布演习计划后，俄罗斯军队没有做出任何警告，但是当美军英军的军舰进入巴伦支海之后，俄罗斯军队突然进行实弹射击，整个俄罗斯巴伦支海的武装部队从空军到海军全部被激活。这个时候，美军才发现自己的军舰掉入了俄罗斯的口袋之中，这让美英军心惊胆战。演习还没有正式展开，就在俄罗斯炮声响起之际，立马仓皇逃出巴伦支海。除了这次的巴伦支海的炮击事件，实际上最应该让美军及其盟友铭记的是空中手术刀事件。苏27战斗机活生生的撕裂抵近侦察的挪威侦察机。巧合的是，同2020年巴伦支海炮击事件一样，著名的手术刀事件也是发生在巴伦支海上空。